2025年9月11号，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跑道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。第二架 B-21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平稳着陆，这架机身通体黝黑，无序列号、无基地标识的空中幽灵，与首架 B-21形成了双机同框的画面，迅速引爆了全球军事网。对美军而言这不是简单的数量加一，而是其隐身轰炸力量从技术验证迈向实战部署的关键一步。回顾首架 B-21的亮相，其 No Scare 舱门上绘制的科尔布勒斯图案已经传递出威慑的信号，而第二架的到来更像是给这份威慑装上了双保险。从试飞照片中不难发现，新机的进气道设计与首架基本一致，仅在细节处可能存在微调。巨大的中央武器舱轮廓清晰可见，这些设计细节背后藏着美军对于下一代轰炸机的核心诉求，不仅要藏得住，更要打得狠，用得顺。本章将从双机测试的战略意义切入，拆解美军为何急于推进 B-21的量产与测试，以及这两架突击者如何成为撬动全球军事平衡的新筹码。主导 B-21测试的是美军第420飞行测试中队，该中队麾下的联合测试部队正围绕双机协同展开密集实验。与首架仅进行基础飞行性能测试不同，双机同场后，测试科目直接跳级，从单一的气动布局验证升级为任务系统集成、武器投放测试，以及最关键的双机协同攻击演练。美军的思路很明确，轰炸机不是独奏乐器，而是交响乐团的一部分。双机测试能模拟真实战场中的中队级运作，地勤人员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两架飞机的维护、加油、挂弹，飞行员如何通过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，指挥系统如何协调双机的飞行路径与打击时序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流程测试，恰恰是决定 B-21能否快速形成战力的关键。除了两架能飞的原型机，加州第42工厂内还停放着数架非飞行机身，这些机身不具备升空能力，却承担着地面极限测试的重任。工程师会模拟高空低温、强电磁干扰、核爆冲击波等极端环境，测试 B-21的机身结构强度与内置防御系统。同时，武器舱的开合机制、挂架兼容性等地面环节也会在这些静态原型机上反复验证。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已经与美军签订低速生产合同，这意味着 B-21的生产线已悄然启动。按照美军规划，最终将列装100架 B-21，而当前的双机测试与地面试验都是为了给量产质量踩下油门。毕竟，对一款要服役数10年的轰炸机而言，初期可靠性远比纸面性能更重要。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·阿尔文曾公开表示，第二架 B-21的加入加速了实战部署进程。尽管美军官方给出的初始作战能力目标是2029年，但从当前的测试节奏与生产速度来看，这一时间点极有可能提前。军事圈传言，2026年 B-21或具备实战能力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支撑这一猜测的有两大关键：一是双机测试大幅缩短了验证周期，许多原本需要单架飞机分阶段完成的测试，现在可双机并行；二是首支部署基地已启动建设，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2026财年将开启机库、模拟器、后勤设施的全面升级，这显然是为 B-21的提前入驻做准备。如果说 B-21是隐身王者，那它的进气道就是王冠上的宝石。与 B-2的锯齿状进气道不同， B-21采用无缝 S 型埋入式设计，进气口从机身顶部开口，内部通道像迷宫一样弯曲，将发动机风扇叶片完全遮挡，这就杜绝了雷达波直接照射叶片产生特征回波的可能。但 S 型设计有个死穴，会导致气流损失，影响发动机推力。B-21的解决之道是辅助进气门，这些平时与机身平齐、肉眼难辨的小舱门会在起飞、低速爬升等气流需求大的场景下小角度打开，补充进气量。对比 B-2的大型辅助进气门， B-21的设计更紧凑，隐身性更强，堪称既要隐身又要推力的完美妥协。 B-21的隐身不是单一层面的，而是全维度的。除了进气道，它的座舱窗设计也暗藏玄机，采用小尺寸棱角造型，玻璃倾斜角度经过精密计算，能将雷达波偏转到非探测方向，哪怕牺牲一点飞行员视野也在所不惜。更关键的是， B-21还考虑到了太空威胁。针对 SAR 卫星的探测，它做出了两大优化：一是机身曲面一体化，整个飞翼构型没有任何明显凸起或棱角，让卫星难以捕捉到清晰的目标轮廓；二是宽频段稀波图层，
不仅能吸收地面雷达常用的微波频段，对卫星常用的 X 频段也有很强的吸收能力，真正实现躲得过地面，也躲得过太空。放弃传统轰炸机的多舱位设计，选择单一大尺寸中央武器舱，是 B-21的神来之笔。这个武器舱的载荷能力达到2万磅，兼容性极强，既能装 GBU-57巨型钻地弹，也能挂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。执行常规任务时，还能通过复合挂架一次挂载数10枚 GBU-39小直径炸弹，打击分散的坦克、雷达站等目标。更重要的是，模块化挂架加开放架构的组合，不需要改动机身结构，只要更换挂架，加载对应火控软件，B-21就能在核打击、常规穿透、多目标压制等任务间快速切换。这种进件通用加软件定制的模式，让它从单一任务轰炸机升级为多任务打击平台。B-21最看不见却最重要的黑科技是开放系统架构，简单说就是飞机的进件接口、软件协议全部标准化，就像我们的手机装 App 一样，能快速集成新功能。比如敌方列装了新型雷达，传统战机可能需要半年回厂改装硬件，而 B-21只需几小时推送一个软件补丁，调整电子战参数就能应对。要是有了新的目标识别算法，直接加载到系统里，飞行员不用重新训练就能使用。这种动态升级能力让 B-21摆脱了服役机落后的宿命。在技术迭代越来越快的今天，这一点比任何一次性黑科技都要有价值。毕竟轰炸机的服役周期长达数十年，只有能持续进化，才能够在未来战场保持优势。在南海这样的高对抗空域， B-21的作战逻辑是双机协同，先制盲后打击。一架 B-21携带高超音速导弹，在敌方防空圈外发射，摧毁或致盲沿海雷达站、防空导弹阵地；另一架则携带反舰导弹，利用致盲窗口隐身突防，精准打击敌方航母战斗群。整个过程中，敌方雷达可能全程无信号，等到发现航母被击中时， B-21早已撤离。这种隐身加防区外打击的模式，完美破解了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，让美军在南海的力量投送有了新的破局点。北极冰层下的俄罗斯核潜艇一直是美军的心腹大患， B-21的出现给北极反潜提供了新方案。双机编队在北极上空隐蔽盘旋，一架投放声纳浮标，构建水下监测网，另一架携带反潜鱼雷，一旦锁定潜艇位置，就能直接投弹，将冰封的海洋变成潜艇坟墓。由于 B-21雷达信号极低，俄罗斯的卫星预警机很难发现它的踪迹，只能在雷达上看到2个蜂鸟大小的光点，根本无法判断是民用飞机还是致命武器。这种紧闭监视加精准打击的组合，让美军在北极的水下控制权争夺战中占得先机。B-21不是孤军奋战，它能与无人机蜂群形成协同作战体系。作战时，无人机蜂群率先升空，干扰敌方防空电网，欺骗雷达； B-21则趁机隐身突防，发射防区外武器摧毁指挥控制中心。这种网络干扰加动能打击的组合，能让敌方陷入雷达失灵、指挥瘫痪的绝境。更关键的是，开放架构让 B-21能实时调整角色。如果无人机蜂群遭遇意外， B-21可立即切换为电子战平台，自行承担干扰任务。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，让它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更难被击败。美军列装 B-21的核心目的不是替代 B-2，而是构建多域战能力。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， B-21既是核威慑的延伸，也是常规打击的尖刀，更是网络太空、空中协同的节点。它的存在让美军能在核与常规、空中与太空、威慑与实战之间自由切换，进一步巩固其多域霸权。尽管美军计划列装100架 B-21，但成本控制仍是一大挑战。B-2当年因为单价过高，仅生产21架。B-21虽号称单价控制在5.5亿美元，但随着测试深入和功能升级，成本极有可能上涨。此外，100架的量产规模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系支撑，这对美军的基地建设、人员培训、备件储备都是不小的考验。面对 B-21的威胁，中俄等国也在加速推进反隐身技术，比如米波雷达、量子雷达的发展，都在不断压缩隐身飞机的生存空间。同时，高超音速武器的普及，也让 B-21的防区外打击优势逐渐弱化。未来 B-21能否真正称霸天空，还要看隐身与反隐身的博弈，谁能更胜一筹。第2架 B-21的试飞，标志着隐身轰炸机时代进入新阶段。对美军而言，它是维持霸权的利器；对全球而言，它则是军事平衡的新变量。
从技术角度看 ，B-21的隐身加开放架构加多元任务能力，重新定义了现代轰炸机的标准。从战略角度看，它的部署将迫使各国重新审视防空体系和力量投送模式。未来几年，随着更多 B-21的量产与部署，全球军事格局可能迎来连锁反应。北极、南海等热点地区的博弈将更趋激烈，反隐身技术的研发会进入快车道，体系化作战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。B-21不是终极武器，但它无疑是新时代军事竞争的风向标。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关注它的技术细节，更要读懂它背后的战略逻辑。毕竟，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，每一款新型武器的出现都可能牵动全局。